今天我们来聊一句老话，人品好不好，吃顿饭就知道。很多人常说，饭桌识人比算命还准。为什么吃一顿饭就能看穿一个人的人品？其实道理很简单，一个人在饭桌上的言行举止，就像他的缩影，往往能暴露出平时不易察觉的性格细节。或许你也有过这样的体验，第一次和某人一起吃饭，对方的一个举动便令你心生反感，甚至暗自决定要与他保持距离。比如他对服务生呼来喝去，态度粗鲁，或者聚餐时只顾自己埋头狂吃，全然不管旁人，亦或是喝高了之后满口胡言乱语。种种不良表现瞬间让你对这个人的印象大打折扣。细节见人品，小事见人心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无论在工作上还是生活中，我们都免不了与别人一起吃饭。从商业宴请到亲友聚餐，饭桌往往是人际交往的重要场景。一些精明的老板喜欢先请潜在的合作伙伴吃饭，从中观察对方的谈吐与礼仪，以判断这人是否可靠。有的领导在招聘新人时，也会安排一起吃饭，透过餐桌上的举止细节来考察应聘者的修养与为人。自古以来，中国人就十分注重吃饭时的礼仪和修养。早在2000多年前，孔子就教育弟子进餐时不要讲话，睡觉时也不要随意交谈，强调用餐要专心恭敬，不可轻慢怠慢。这些传统智慧都在提醒我们，餐桌看似小天地，其实是人品的大考场。只消与一个人共进一顿饭，就能大致判断出他的教养和品性如何。正所谓借一斑以窥全豹，透过餐桌上的细微末节，可以推荐一个人的为人修养。难怪作家贾平凹感叹，人一旦到了餐桌上，在高明的人眼中就已经是一丝不挂。也就是说，饭桌上的表现会将一个人的真实修养全盘展现出来。甚至有国际知名的礼仪专家指出，善于观察的人只用一顿饭的功夫，就能看出对方父母的生活背景和其受教育的程度。乍听之下或许夸张，但细想并非没有道理。因为在饭桌上，人们往往比较放松，下意识的举动最能体现真实的自己。正如古语所云，饮食男女，人之大欲存焉。面对美食佳肴时，人的本能常常会战胜刻意的伪装，许多平日隐藏的性格便自然流露出来。有的人平时看似温文尔雅，但一坐上餐桌却判若两人；也有人初次见面客客气气，一旦觥筹交错或面对逝者时，内在本性便跃然纸上。饭桌见人品，真可谓是一面照妖镜。不少人甚至建议把饭局识人这个原则运用到生活中，比如在相亲约会时，我们就可以透过吃饭来考察对方的人品。试想，一个男人若在约会中对服务生态度恶劣，或者全然不顾女士感受，只顾自己大吃大喝，那么他多半缺乏教养和体贴，难成可靠的伴侣。反之，一个人在餐桌上懂得礼让女士，举止斯文有度，基本可以判断他是个尊重他人、懂得顾及他人感受的人。难怪有人说，选择终身伴侣，不妨先和他吃几顿饭试试看。那么，我们究竟该观察哪些细节，才能从吃饭这件小事上看透一个人的人品呢？接下来，我们就从3个方面深入分析饭局中最容易暴露人品的行为举止。如果一个人在这3方面表现不佳，那10之8九，他的人品也好不到哪里去。遇到这3种人，在饭桌上的种种行为，可要提高警惕，慎重交往。第一，看他对服务人员的态度。试想一下，当我们和一个人外出吃饭时，他是如何对待餐厅服务生的？这往往是观察人品的一个窗口。有句话说得好，一个人对待服务员的态度，就是未来他对待你的态度。刚认识时，他或许对你彬彬有礼，但如果他骨子里缺乏尊重他人的品质，那么随着时间推移，终有一天你也可能成为他怠慢甚至呵斥的对象。真正人品好的人，
懂得尊重每一个人，无论对方社会地位高低。相反，那些心高气傲、自认优越的人，往往只会对有用的人客气，对自认不重要的人则不屑一顾。在餐馆里，如果一个人对服务生呼来喝去，态度恶劣，甚至动辄挑剔刁难，比如咸菜上得慢就黑着脸粗暴抱怨，或者对服务员颐指气使，以命令的口吻要求赶快上菜，那么基本可以判定此人的修养和脾气都存在问题。我曾亲身经历过这样一件事。有次我和一位相识不久的朋友去餐厅用餐，刚落座没多久，服务生因为忙碌迟了一点来倒水，那位朋友立刻沉下脸，不悦地嘟囔着怎么现在才来，语气中满是不耐烦。点菜时他也是态度强硬，自顾自地要求这道菜不要辣，那道菜重做，一副颐指气使的模样。期间服务生一直保持礼貌，可他毫不领情，稍有不如意就皱眉催促。等菜上桌后，他尝了一口就嫌味道不对，要求服务生拿回去重做，还埋怨厨师手艺不行。整顿饭下来，他对服务人员不是挑眼色，就是出言斥责，把对方数落得满脸通红。临走时，他还扬言这家店服务真差，下次不会再来，留下一脸尴尬的服务生在原地陪笑。坦白说，那顿饭我吃得如坐针毡。走出餐厅，我心里对这位朋友的人品已有了判断。他对一个素不相识又辛苦服务我们的年轻人都如此苛刻无理，可见其内心极其缺乏基本的尊重和同理心。果不其然，后来相处中我发现他对身边的人也常常如此计较。刚开始结交时对我客气殷勤，但没过多久就开始各种挑剔抱怨，对我的付出视若无睹。有求于我时笑脸相迎，一旦目的达到，立刻翻脸不认人。我很快便与他渐行渐远，因为我明白，和一个不懂尊重别人的人相处，终究是自讨苦吃。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我还有另外一位朋友，每次外出用餐都非常尊重服务人员，上菜慢了，他总是微笑着表示理解，还会说声辛苦了。用餐过程中，他有任何需要，也都礼貌地请服务生帮忙，态度和善。结束时，他一定会真诚地道谢，甚至看到服务生端着满满一盘菜走得辛苦，他都会主动起身帮忙开路或扶上一把。和这样的人一起吃饭，大家都如沐春风，就连服务生的脸上也一直挂着感激的笑容。常言道，恃强凌弱之人不可深交。那些仗势欺人、欺软怕硬的家伙，骨子里缺乏善良和平等观念。对待弱势的服务者尚且如此盛气凌人，试问与他相处能有真正的平等和尊重吗？与其等日后被他伤害，不如及早保持距离。相反，真正有教养的人，无论对谁都会保持礼貌和尊重。他们明白，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，善待他人也是在为自己积累福报。孔子也教导我们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每个人都希望被尊重、被善待，那我们就更应该以尊重之心待人。连对服务者都吝于友善的人，也绝不可能真心对朋友平等相待。第二，看他吃饭时是否只顾自己，不懂关照他人。在餐桌上，一个人的吃相如何，直接反映出他的教养和性格。有句俗语说，站有站相，坐有坐相，吃饭也要有吃相。意思是进食时的举止要得体有度，不可毫无顾忌。真正有修养的人，即使肚子很饿，也懂得克制自己的行为，会照顾到他人的感受。而那些一上饭桌就忘乎所以，只顾满足自己口腹之欲的人，再好的外在形象都掩盖不了内在的自私本性。什么样的举动算是只顾自己呢？例如，有的人一坐下来，还没等大家动筷，就急不可耐的大快朵颐，完全不管他人是否准备好。有人夹菜只挑自己爱吃的部分，一双筷子在盘里翻来翻去，将喜欢的菜都拨进自己碗里，丝毫不顾这道菜是大家共享的。
还有人聚餐点菜时从不征求别人意见，只点自己偏好的菜色，完全不考虑他人的口味或忌口。甚至有人在吃火锅时只捞自己喜欢的食材，旁若无人的在锅里搜刮一通，把锅里的好料全捞进自己肚子里，别人只能干瞪眼。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细节，实则非常能透露一个人的品行。小小一双筷子，最能看出持筷之人的教养。吃相斯文的人大多懂得礼让，会注意照顾别人的感受，而那些吃相难看，总是只顾自己吃独食的人，往往心中只有自己。试想，一桌人一起用餐，如果有人碗里堆满了菜，却全是从公共菜盘里挑出来的，自己爱吃部分，甚至将好菜都加光，也不问旁人是否还想吃，这种人恐怕很难让人心生好感。古人讲究斯文下注，就是提醒人们吃东西时举止要文雅克制，不贪多，不抢先，给他人留下余地。英国小说《印度之行》中有一段对贪婪吃相的生动描写，一名教授一个劲地吃呀吃呀，满面笑容，两眼只盯着盘中食物，竟顾不上看自己伸出去夹菜的手。短短几笔就将一个人自私贪婪的神态描绘得入木三分，可见在旁人眼里，这样狼吞虎咽不顾他人的人，即使学识再丰富，也令人敬而远之。曾流传过这么一个故事，一位父亲和儿子带着儿子的朋友一起吃饭，饭局结束后，父亲直言这个朋友恐怕不值得深交。儿子惊讶地问为什么，父亲解释说，他从对方吃饭时的一个细节看出了端倪。原来那位朋友夹菜时总爱将筷子伸到盘子底部翻搅，专挑自己喜欢的菜夹走，根本不顾及别人。别人还没吃到几口，他已经将自己爱吃的部分扫光了。父亲感慨道，这种人心中只有自己，日后一旦有更大的利益冲突，很可能见利忘义，不顾朋友情面。果然没多久，那位朋友就在利益面前背弃了他的儿子。一顿饭的功夫，就把一个人的自私暴露无遗。由此可见，一个人的吃相，就是他人品的名片。那些吃相斯文、懂得分享的人，多半平日里也愿意为他人着想；而吃相粗鲁、处处争抢的人，往往自私自利，缺乏教养。餐桌上的表现只是一种缩影，在生活中的大事上，这种人也难以与人合作共事。反之，一个懂得克制食欲、愿意谦让分享的人，通常更懂体贴和团队协作。细节见真章，餐桌上一举一动都在折射一个人的品行修为。现实生活中也有令人暖心的正面案例，有人哪怕自己没吃到多少喜欢的菜，也总是先招呼别人多吃一点。聚餐时看到某道菜大家都爱吃，他即使很喜欢，也只夹一小口，主动把更多留给他人。最后桌上只剩下一块肉或一颗丸子时，他也从不独占，总是笑着问谁还没吃饱，把机会让给别人。这些细微举动正是良好教养的体现。与这样的人共处，你会觉得被尊重、被照顾，没有任何压力。谁不愿意结交这样善良大度的朋友呢？另外，从一个人对餐桌整洁和礼貌的态度，也能窥见他的生活习惯。有人吃完饭，桌上一片狼藉也不收拾，也有人会顺手将残渣餐具整理一下，保持桌面干净。讲究卫生的人通常处事更有条理和责任感，而邋里邋遢、不拘小节的人，在生活中往往也马虎随便。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，实则也在默默透露着他的人品讯息。因此，第二种不能深交的人，就是那种在饭桌上只顾自己，不管别人的人。真正好的人品，应该体现在处处为他人设想。比如，点菜时会主动照顾众人口味，夹菜时懂得礼让，遇到自己特别喜欢的菜，也不会一味贪多，而是懂得与大家分享。这样的人重情重义，和他相处令人感到温暖舒服，也更加值得信赖。反之，凡事以自我为中心，
在小利上都不肯让步的人，即使短暂交往觉得他精明能干，长久看来也难免因过于自私而让人心寒。交友须慎，像这类只图自己痛快的人，再有才华也要三思而后行。第三，看他是否爱在酒桌上逞强，以及在买单时斤斤计较。中国的饭局文化中，酒和买单往往是两个关键环节。所谓酒品见人品，一个人喝酒时的表现最能反映他的真性情，而结账买单的态度则折射出他的胸襟和待人态度。先说酒桌，适量的饮酒确实能助兴，但若有人把酒局变成逞强耍威风的场合，那就需要警惕了。有人特别好酒，喜欢逼人陪他喝，非要把别人灌醉才过瘾。他把自己能喝当作本事，要求所有人都得奉陪到底。如果有人酒量差喝不下，他不但不体谅，还嘲笑对方不够意思，甚至给人扣上不够朋友的帽子，强迫别人一杯接一杯的干杯。更有甚者，自己喝高了，言行失态，在席间闹出笑话，甚至口出恶言，给他人带来困扰。常言道，酒后吐真言，一个人醉酒后的举止，往往就是他内心真性情的流露。那些平日隐藏的傲慢、粗俗或狂妄，在酒精作用下会不经意地暴露出来。这种在酒桌上唯我独尊、强人所难的人，实际上非常自私且缺乏尊重。他全然不顾别人的身体状况和意愿，只顾满足自己的酒心和虚荣。试问，一个真心为你着想的朋友，怎会舍得让你难受？真正的友情，不在于杯中酒喝了多少，而在于彼此心意相通，互相关怀。古人也讲究酒德酒礼，饮酒适可而止，醉而不乱，是对自己涵养的要求；敬酒不强迫，彼此情谊为重，是对他人的体谅与尊重。凡是在酒桌上逼人喝酒、逞强耍横的人，都值得打一个大大的问号。我曾遇到过类似的事，一回好几个多年不见的同学聚会，席间一位老同学兴致高涨，频频举杯敬酒。他酒量很好，自称千杯不醉，便不断劝大家干杯。我喝了几杯，已经脸红头晕，婉拒说不能再喝，可他却不高兴，硬是把我的酒杯斟满，还一味说我不喝就是看不起他。周围其他人也跟着起哄，我顿时觉得进退两难。最后我借口去洗手间，实际跑到室外透气，才算躲开了被灌酒的窘境。事后想想，这位同学平时人不坏，但酒桌上的所作所为着实令人失望。他在乎的只是自己一时的痛快，完全没有顾及朋友的感受。从那之后，他在召集的聚会我都推辞了。再说买单，吃完一顿饭，最后免不了要结账付钱。从抢着买单到 AA 制各付各的，不同场合有不同习惯。但无论如何，最怕遇到两种人，一种是每次吃饭都理所当然让别人掏钱，自己从不主动付账；另一种则是表面上抢着买单很爽快，事后却斤斤计较，心有不甘。前者是典型的爱占便宜心理，凡事只想搭别人的便车；后者则是虚荣心在作祟，逞一时之勇，装阔气，实则心胸狭窄，心疼钱又拉不下面子。身边就有这么一号人物，以前公司有个同事特别喜欢白吃白喝，每次大家聚餐，他都想方设法让别人买单。比如某次部门聚会，恰好有同事升职，他立刻起哄，笑着对那位同事说，升职了要请客，今天这顿就算你请吧。碰到有人过生日或者有什么喜事，他也总爱怂恿那人做东，嘴上说大家可不能跟你客气，实际上就是在鼓动对方埋单。即便大家商量好 AA 制，他每次也总能找到理由开溜，不是说手机没电付不了款，就是借口没带钱包，让别人先帮忙垫付。最后往往是大家无奈替他出了钱，而他却装作若无其事。更过分的是，之后从不见他主动还钱，若有人提起，他还不高兴，嫌对方小气。久而久之，
大家对他的行径心知肚明，纷纷敬而远之。以后聚餐也不再叫上他，生怕又被他吃大户。当然，我也见过真正大气又周到的朋友，聚餐时该他做东，他就会抢先爽快地买单，毫不犹豫。轮到别人请客时，他也不会场面上争得脸红脖子粗，而是欣然接受好意，事后再寻机回请，表示谢意。金钱往来上不斤斤计较，却懂得礼尚往来，让彼此都感到自在。这样的人才是真正值得长久交往的伙伴。俗话说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爱贪小便宜的人或许一时得利，但长远来看，失去的往往是别人的信任和长久的情谊。正如伊索寓言所告诫的，有些人因为贪婪想得到更多，结果反而把现在拥有的也失去了。每个人在社会上立足，都难免需要朋友同事的支持与帮助，而一个总是算计别人，从不愿付出的人，最终只会众叛亲离，失去宝贵的支持和机会。综上所述，第三种不能深交的人，就是在酒桌上喜欢逞强，在买单时处处算计的人。他们要么自私市侩，要么虚情假意，和这样的人交往，只会让自己吃亏受累。最后，我们不妨假设一个场景，看看饭桌上这三种人会带来怎样的结果。三位多年未见的老同学相约聚餐叙旧，座中一位甲嫌菜上得慢，对服务员颐指气使，频频抱怨出言不逊；另一位乙点菜时只挑自己爱吃的，全是麻辣重口味，不顾另外两人的口味；还有一位丙热衷劝酒，把朋友们灌得难受不已，结账时却装傻充愣，假称忘带钱包，想让别人买单。这顿饭吃下来，三人心里都不好受，原本的欢欣期待荡然无存。饭局结束，甲乙丙各自对彼此的人品有了新的认识，看来老同学中有些人并不值得深交。短短一顿饭，就让多年交情出现了裂痕。由此可见，饭桌上的表现对人际关系的影响何等巨大。在人际交往中，我们不难发现，餐桌虽小，却如同人生的一面镜子，照出人性的善恶美丑。一顿饭的光景，足以令一个人的教养、格局和品性无所遁形。我们常常能透过饭桌上的点滴细节，看清一段关系中对方是真心还是假意，判断一个朋友是否值得交往。可以说，饭局就是最好的试金石。从中国传统价值观来看，饭桌上的这三种不良行为，也正好违背了最基本的仁义礼。对服务者无礼，是失了礼；吃相自私，不顾他人，是缺乏人；而在酒桌上逞强，买单时只占便宜，则是无义无信。有趣的是，现代心理学研究也支持了这种观点。研究发现，那些在饭桌上注重礼仪、懂得分享和尊重别人的人，在人格测试中通常拥有更高的同理心和自我控制能力。而用餐时自私粗鲁、漠视他人的人，在性格上往往更以自我为中心，情商也相对较低。还有专家归纳了一些有趣的现象：吃饭狼吞虎咽的人通常比较急躁、易冲动；细嚼慢咽的人多半沉稳有耐心；习惯挑食的人个性往往挑剔固执；喜欢与人分享食物的人则大都热情大方。当然，人的性格不能一概而论，但这些规律确实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。由此可见，透过一顿饭来观人识人，确实有一定的科学道理。我们应该谨记，尊重别人，别人才会尊重你，将心比心，才能收获长久的信任和情谊。那些人品好、值得深交的朋友，往往正在生活细节上让人如沐春风的人。在饭桌上，他会让身边的人感到舒服愉快；在日常相处中，他也会体谅他人，守信重诺。这样的人也许不张扬显眼，但岁月自会证明他的可贵。而那些在餐桌上暴露出种种不良行为的人，即便一时巧言令色、装腔作势，也终将因本性暴露而让人敬而远之。
我们无需撕破脸去指责谁，只需心中有杆秤，悄然拉开距离即可。总而言之，在饭桌上对服务者无礼的人，吃相自私不顾他人的人，以及爱灌酒又爱占便宜的人，往往人品都有欠缺，不论是同事、朋友还是伴侣，都不值得深交。交友时擦亮眼睛，多留意这些细节，就能避开不少陷阱。最后请记住，好的人品是一个人最宝贵的通行证，能够让他人在与你相处时感到轻松自在，这是一种顶级的修养与智慧。下一次当你与新结识的朋友共进晚餐时，不妨多留心观察这些细节，也反思自己是否做好了这些方面。愿我们都能成为餐桌上懂礼貌、知分享、知进退的人，也愿我们都能结交到品行端正、值得信赖的良友。毕竟朋友贵在品质而不在数量，宁可身边只有3两知己，也不要与一群品性不良之人为伍。饭桌见人品，这句老话从来没有骗过我们。